有那种朋友觉得自己这辈子绝对不会被电诈的？鼓个掌，我听一下，有没有？怎么会有这么多盲目自信的朋友？你们是最容易被骗的人。跟你说录综艺，给个链接你就敢往里点啊！陌生手机给你打电话，你真敢接呀？你们胆子是真大呀！吓不吓人？你自己想一想，吓不吓人？闵行区银杏广场集合，等半天来一大巴给你拉走，一上去签协议，手机还要没收。拉到荒郊野外，你不知道什么地方，给你关起来，开始先折腾2个小时，在那等半天，对吧？然后给你发一吃的，想放松你的警惕，然后开始折腾，一帮小丑上来给你们逗你们笑，对吧？搞到后半夜，凌晨1点了，困不困？你眼睛都不敢闭呀！再一睁眼，园区。上个月有观众看我演出买票被骗了100多万，碰到骗子了，做了一个假的大麦网，几乎一模一样说要身份验证一下，跳到支付软件扫了个脸，10分钟169万，169万就为了看我一眼，你感觉给我都能把我治好了，我都能看他一眼了。这个数字是他朋友发私信告诉我的。说钱大概是追不回来了，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你上节目写个段子宣传一下。我说这宣传了个啥呀？这有个人特别有钱，还很好骗，是吧？我说这样吧，因为你这么说的话，没有帮助到他嘛，对不对？我还是想弥补他一下。我说这样吧，以后让他别买票了，我这辈子所有的演出，他可以免费来看。他说你人还挺好的。但是我不知道他这辈子还想不想看演出。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他本来是有票的，也是2手收的，到入场之前那人把他割了，说不卖给你，我自己要看了。他在剧场门口想收一张票，再搜到那个骗子那儿去了。我想有没有可能前面那个人也是骗术的一环对吧？有可能在我开票的时候他就开始布局了。哇，真的骗局太精妙了。不得不说，他还非常懂脱口秀，他还知道谁的票紧俏一些。他是卖刘仁成的票，没人上当。骗子可能是最希望脱口秀这个行业好的人，他巴不得所有人的票都卖完呢，他没准会给我们刷好评，说家人们，小北的专场好评如潮，一定要来看。我写段子的时候，我去搜了一下，我发现一个数字真的震惊到了。说00几年的时候，你要能编出一套能骗到人的这个电诈剧本，能卖100万。10多年前了，你搁现在得300-400万了。这就是中国最顶尖的编剧的价格。细思极恐啊，朋友们！因为过去这几年电信诈骗最猖狂的那几年，正是影视行业走入寒冬的那几年。会不会最好的编剧早就去东南亚了？剩了些3流的编剧。你去看电影吧，你去电影院，你看有的电影得看1个小时，你才发现被骗了。这段剧情多快呀，10分钟啊，对吧？真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太可怕了而且你发现每一个那个电诈的话术也特别像一个精彩电影的开局。说恭喜你中了一张豪华游轮的船票，泰坦尼克号。说赶紧来一趟，你儿子在海边失手把人给打死了，哪吒。而且现在会根据你泄露的隐私给你定制专人的剧本。我们的隐私泄露的太严重了，就都是这些平台泄露出去的。以前你想一个 ID 就能注册了，后来要你的邮箱号，要你的手机号，要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过分了。我前几天点开一个 APP， 它要查看我家网络上的其他设备。你干什么？你一个放歌的软件，你干什么？你摸我家冰箱干啥啊？那黑胶是看上我家的牛柳了吗你啊？都
都是他们泄露出去的。我觉得平台就应该负起这个被骗的这个责任，你们应该全额承担，对吧？甚至我注册的时候，你就应该先发给我一笔钱，我到死没被骗，钱再还给你，是吧？你都搞什么超前点播了，超前赔付怎么了，对不对？但是没人听我的，就是我就自己想一想，就怎么办呢？一遍一遍跟大家讲，买票一定要小心，不要相信什么领导票、内部票，都是骗人的。一场演出不看不会死的，错过就错过了，错过了你就等。好的演出肯定还会返场的，不会返场的垃圾错过省钱就是。你真要有那169万，直接给我，我可以上你家给你演，我能把你家冰箱都演燃起来，你信不信？没办法，只能一遍一遍这么讲，因为反诈真的很难做的。这么多年，我见到过一个反诈宣传，在杭州看到的，小区楼下拉个横幅说3号楼王先生裸聊被骗28万，这个真能教育人，但只能教育到王先生一个人。王先生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裸聊了，但小区其他人不会觉得，他们不会觉得，只会觉得好笑，只会觉得王先生不会裸聊，我裸聊肯定没事儿。谁能不被诈骗呢？对不对啊？谁没人敢保证，我只能敢保证我不裸聊，我裸聊都不知道干啥。我的观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没有人不会被骗，你只是没有碰到适合你的那个剧本。我调查一下，有没有那种朋友觉得自己这辈子绝对不会被电诈的？鼓个掌，我听一下，有没有？怎么会有这么多盲目自信的朋友？你们是最容易被骗的人。跟你说录综艺，给个链接你就敢往里点啊！陌生手机给你打电话，你真敢接呀？你们胆子是真大呀！吓不吓人？你自己想一想，吓不吓人？吓人！闵行区银杏广场集合，等半天来一大巴给你拉走，一上去签协议，手机还要没收。拉到荒郊野外，你不知道什么地方，给你关起来，开始先折腾2个小时，在那等半天，对吧？然后给你发一吃的，想放松你的警惕，然后开始折腾，一帮小丑上来给你们逗你们笑，对吧？搞到后半夜，凌晨1点了，困不困？你眼睛都不敢闭呀！再一睁眼，园区。现在知道怕了吧？来不及了嘛，手机都交了。所以不要嘲笑那些就被骗的朋友们，我是觉得，对吧？因为每一个身处骗局之中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正在被骗的，他得被骗完之后回头一看，哇，全是漏洞，当时怎么这么傻呢？你想想看，你在那广场等的时候来了个大巴，你会觉得你要上当了吗？你不会，你就会觉得我先上车。我是黑巫师，没想到吧，这么快就回来了。我的魔杖也是买1送1的。羊蝎子，在上海市行不通的。处你羊蝎子！单人漫才。哎，开个玩笑哈。去年开始用上了这个盲杖，刚开始好奇试一下，后来发现挺好用的。有时候你判断不了这里是不是有个台阶，这么一扫就知道了，走路还变快了。用上之后呢，我都在外面行侠仗义好几回了，对吧？高铁站台上碰到那种抽烟的，我本来只需要探索面前的一小块，闻到烟味儿手就抽搐。
边打边道歉。不光提升移动速度，还增加攻击范围。推荐。当然，你们要买的话，建议跟墨镜一块儿买。怎么了？我说了是魔杖，不信你们。眼睛好，也没见过什么世面，确实是。哎，算了，扔一边吧。3月份去了趟医院，做了个检查，因为听说有了个新药，专门针对青少年黄斑变性，我得去试一下。因为想保住我现在的视力，不让它再降下去的话，只有2个选择：一，去试新药；二，去世。开玩笑的，有时候也是一条路，去试新药，然后就去世了，是吧？我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是吧？医生做了个检查，说看了半天，你好像不是这个病。我说耳朵也坏了。他说你可能是另一个基因突变导致的别的病。晴天霹雳，这么多年白瞎了。他一讲完，我当时就眼前一黑，但我知道我眼前的黑已经不是以前的黑了。我爸妈也很错愕，说这么多年给孩子耽误了。我老婆赶紧豆包搜了一下，赶紧安慰他俩说：“没耽误，这个病也没得治。”我说我怎么能不是青少年黄斑变性？我做了个公众号，就叫“青少年黄斑变性”，我做了7年了，对吧？我现在主要工作就是审核进群的资料，因为老有骗子想混进病友群，我就是个骗子。还防别人的，家贼难防。我还问人家，我说你确诊了吗？没确诊，赶紧去确诊，不然看我们这个纯浪费时间。我浪费了7年，一个盲人能有多少个7年？你现在告诉我不是个病，我该怎么办？我该如何自处？我要不要退群？退还不好退，我是群主。妇联选主席选了个男的出来。现在局面就非常尴尬，我是这个病全国最出名的患者，但我不是这个病。我上个月去南京演出有个病友要来后台跟我合影，我让工作人员去带一下，我说我的前病友。他说人家病治好了，我说不是他病好了，是我病变了。他问我说变成啥了？我说我不知道，我现在不想研究这个病，我怕又研究早了。哇，吭哧作业一写完，本子一合上，别人的练习册。我对要把这个病治好已经没有任何的执念了，因为这么多年已经麻了。因为每年都有很多那种新闻，某某科技突破，盲人或重见光明，都看到过吧？或重见光明，或你就先别出来吹了，你等哪天定了你再说。你说嚯，重见光明了，主要是说的太笃定了，对吧？好像今天整一下，明天眼睛就复明了，明日复明日，90%都没什么后续了，就纯是那种公关稿博眼球。拿盲人博眼球，你要下地狱的。而且写这种稿子那种媒体老师多少也是有点责任的，因为每年就集中那几天密集的报道。6月6号全国爱眼日，12月3号国际残疾人日，5月的第3个星期天全国助残日，一个都不知道，没有良心啊你们！当然也不能怪你们，你说不放假的节日谁能记得住？
设立的初衷是好的，我们关注一下弱势群体。现在完全变味儿了，就是你到那天转发一下，表示你关心弱势群体就好了。啊，平时你根本见不到这些报道，也见不到什么盲人都在家待着呢，都出不了门，对吧？就爱眼日被媒体老师拉出来，到处碍眼，没有什么实际的福利的，对吧？你给点真的实惠呢，啊，什么光棍节都能打折卖货，助残日为什么就不能？对不对？轮椅半价，盲杖3折，来，对啊，营销方案都给你们想好了。你哪怕把我直接拉到直播间去卖货都可以，对吧？你得让我卖货，我不卖货我就要开始卖惨了。啊，我卖起货来非常的真诚，那个话术啊，一听都不像演的。我的家人们，看看，来，新款的盲杖都需要啊，瞎不瞎的都能用得上啊。哎，瞎了的直接拍，没瞎的拍我们的墨镜套餐。今天限量500单，只要9块9，准备上。工作人员说：“黑灯老师看错了，是99。”我说：“我怎么可能看错呢？9块9，来上链接。”不要消费残疾人，来残疾人这消费，朋友们。3月份查的嘛，然后等了2个多月，10天前拿到了那个基因报告。您猜怎么着？医生看走眼了，不是他以为的那个病，也不是青少年黄斑变性，是一个跟黄斑变性很像，但是更加稀有的另外一个病。我在我们4个病友群里面找了一下，跟我完全一模一样的，就1个人。这下好了，不用建群了。我俩加个微信就可以。所以本来今年不想来这个节目的，但是发生了这么大个事儿，我觉得有必要上来跟观众们再澄清一下，对吧？主要是想找到那个第三者，我可以让你当群主。我忘了说那个病叫什么名字了，是吧？我不确定我能说下来，太长了。这个病叫做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 PROME 基因突变导致的视锥视杆细胞营养不良 CRD12型 I want you。谢谢大家，拜拜。谢谢黑灯，喜欢黑灯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哇！黑灯只有你看不清，但从大家的欢呼声中，你应该知道，你触发了金牌挑战。哎呀，好精彩！黑灯，我是庞博，我在你右手边。哎，哦，这个是吧？是的，是的。好，差不多的。我指你不会觉得不礼貌吧？没有没有，因为你根本没指着我。其实去年黑灯说，可能以后不录节目中的脱口秀之后，我们还真有点遗憾的，因为不光是黑灯代表的这个题材和人群，黑灯本身就是一个很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和喜剧人，就是很高兴你能回来，但没想到是这么个原因。真的是精彩哦！我之前只从那个视频里边啊，这卡段啊看的比较多，在现场看，哇，他好过瘾！你这说的太好了，乐得我眼泪都出来了。我，你真的应该出来，因为这个跟你题材没关系，我觉得跟你的才华有关系。我觉得你没有，我才华还在呢，线下巡演没有停啊。啊，那太好了。我们以前做过另外一个节目，是叫《忘不了餐厅》，是有关于一个针对阿尔兹海默老人的一个故事。因为那个节目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这个群体，具体能到什么结果不知道，但是肯定会比以前好一点啊！我就觉得就非常好，是希望你不要停止，经常来，多来，一直来。对，谢谢。准备好进入黑灯的世界了吗？那关了吧，看见是吧？哎，朋友们，遇到过那种情况吗？坐高铁，一上车发现你的座被别人给占了，挺常见的，对不对？我遇到过一次，啊，不给残疾人让座，跟残疾人抢座，是吧？
高铁的座位还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你们可能不知道，买票选 A、B、C、D 那个页面会弹出一个提示框，说系统给您安排了残疾人专属座位，是否接受？见过吗？没有也没有关系，以后办了残疾证自动就会弹出来啊！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机会啊。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还挺感动的，人文关怀嘛，对不对？接不接受？肯定接受啊！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呀都。点完接受，他开始转圈加载，转了半分钟，说卖完了。系统给您安排了其他席位，祝您旅途愉快。谁还能愉快？你没问我之前，刚才老子挺愉快的。我说天儿不错，出去溜达一下。一出门碰到一个大哥过来拍我肩膀，小伙子，我说咋了？他没事，哥提醒一下，你残疾，拜拜，生活愉快。现实生活中没见过这种人吧？没有，活不到成年。挨打最多就这样的人，是吧？跑到你跟前嘚瑟，哎，巧克力吃不吃？巧克力，我爸从比利时带回来的，比利时的全世界最好的巧克力，要吃吗？要吃，让你爸出国买。巧克力叫 chocolate， 谁要吃你的巧克力？我有我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不用出国，想喝哪儿都能买到。你就说你想不想吧？你肯定想，赶紧去买，别等了，视频暂停一下，现在就去，我等你啊。那天我就没有买到那个残疾人专座，就是一张普通的票，一上车发现还被人占了。我是 D 嘛，那人坐在上面，我就我说是不是搞错了？我刚想张嘴问他先发制人，他说你坐那个 C， 就那个笃定啊，那个不容置疑，你坐那个 C， 我就怀疑我是列车长，他是什么人？凭什么命令我呢？对不对？你跟我商量一下，不用真商量，有那个意思，语气到位了就能接受。你能坐那个 C 吗，小伙子？能。你做那个 C 就不能了，但这都是事后复盘。就电光火石那一瞬间，脑子根本转不过来，是吧？被那个气焰震慑住了。你做那个 C， 我说好，一坐下就反应过来，说啊，凭什么听他的呢？对不对？气了一天。吵架没发挥好就很生气，到晚上约朋友吃饭，到吃饭反应过来了，我说我可以蒙他呀，我说 D 是残疾人专座呀 ，disabled， 他就应该坐在地上了。哦，下次再遇到这种我就跟他掰头，我说你自己滚到 C 上面去，我就要做我的 D 是残疾人缩写。上过初中的人都了解，难不成你是个玩说唱的老铁？我那朋友说，残疾人缩写那不就 C 吗？次安残，你做个 C 没问题。我次安残脑子又没转过来，是吧？我说照你这逻辑，我做 B 也可以啊 ，blind 坐在 B 上面也非常合适，是吧？他说让你做 A 也能做，我说 A 怎么也能做？他说大家看你第一反应就是哎，残疾人来坐。后来真的买到过残疾人专属席位，就是16节车厢，有大概2节里面有无障碍厕所，在那节车厢的第一排，那个地方确实宽敞，第一排你发现没有？也很好找，就是大家放行李的地方，哎。一个坐轮椅的，对不对？非常期待今天残疾人专座，咔咔咔一进来一看，什么意思？跟箱子挤一挤啊，让残疾人看行李。不怕他偷啊，确实是吧？他偷了他拿不走啊。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第一排是离车门最近的，能理解吗？行动不便，一进来就到了，这个确实很合理。但是卖票那个页面上的问题，那个弹窗到现在没改，5、6年了，一行代码就解决问题了。你把这2个步骤的顺序前后换一换，你别上来就舔着脸就问你说，哎，要不要？你先回家翻一翻你库存，你找一找我还有没有就。
有你再出来卖啊，对不对？没了，小嘴巴就闭起来，对吧？你说微信群里面红包抢完了，是不是就应该把它撤回去？点击详情，谁想看谁抢了多少钱？我没抢到，我就不想知道了，对吧？体验很差，真的啊！祝你旅途愉快。祝的一般都是你没有的东西。祝你旅途愉快，说明他也知道我生气了，他不在乎，我就去投诉了。第一步身份验证就卡住了，他要我在6张图片里面找向日葵。没有办法了，是吧？事儿很小，但是，确实体验很差。我确实没什么办法，我就讲个段子，就当笑话这么一讲，你们就听，对不对？但是产品经理，你不要就当个笑话听啊，你走走心好不好？你当个事儿办，对，能不能改？能，肯定能改。你现在就去改，别看了，视频暂停一会儿。你不改，我会一直盯着你。黑灯 is watching you。讲了，比了好几轮了，很多演员都说特别羡慕我身上这种松弛感，还跑过来问我说：“你怎么做到的？完全看不出你紧张。”啊，我说我也完全看不出你紧张。他说懂了，目中无人。我最放松的一次啊，就是最目中无人的一回，是在一个天桥上，踢了个乞丐的碗。完全没看见，过去咣当一脚，我俩都沉默了。他是没有料到什么人这么横，城管都不敢这样。我为化解尴尬，我赶紧跟他解释，我说那个可能看不出来啊，是个盲人啊。他紧张了，他对不起，那我走。其实看不清呢有好处，就是减少了一些社交压力啊，经常后台聊天啊。不太熟都啊，说什么谁文本好，谁表演好，我就不聊，我看不上表演好的，完全看不上。演了4轮了，付航演的啥，完全不知道。以前还有人给我解说呢，坐我旁边，现在干了个啥？刚才把我一个人留在上面，对吧？后来我就这么剪，我说你怎么剪的？我啥也不知道。聊八卦还后台，所有人都好奇他说这个人是谁，只有我在好奇说话这个人他是谁。有一次我跟一个不太熟的演员聊了得有2分钟，才发现他是庞博，声音也听不太出来，不太熟嘛，我就只能套他的话，获取一些线索，跟玩狼人杀一样。我觉得每一个不太熟的局都应该有一个狼人杀那样的主持人 Q 流程。天黑请闭嘴。庞博请张嘴，但是其实认不出来人还问题不大，就是尴尬嘛，说错话而已啊。话可以乱说，但是东西不能乱吃。有一次后台点外卖，我刚好接了个电话，我说你们不用等我，每样给我留点就行。回来之后都吃完了，我说那自己来吧，每个尝点啊，鱼香肉丝啊，宫保鸡丁，麻辣烟头。我完全理解他们，是吧？因为普通人很难想象，盲人每天面对的都是什么，就跟我一样，我也很难想象每天面对的都是什么，就跟开盲盒一样。印象最深刻一次盲盒是在一个酒店一个自助早餐，多功能饮料机，你们见过没有？好多按钮，看不清吧？随便来一个，4个牛奶、咖啡、豆浆，我偏偏精准地按中了清洁。有人喝过清洁吗？寡淡。所以很多年前看钢铁侠的时候，我就很羡慕。我说哪一天科技进步了，我也能拥有一个那个 Jarvis， 是吧？就把我这个眼镜一戴上，我眼前看见什么东西，你一五一十告诉我，对不对？后来听说罗老师还清了债，去干 AR 眼镜，我知道我那个等的眼镜应该是完了。开玩笑的，罗老师，加油啊！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可以来找我啊，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盲人也可以。
在老师那个高科技眼镜出来之前呢，现在主要靠手机解决所有看不清的问题。用手机上有个软件叫屏幕朗读，用听的，我耳朵很好，大概是4倍速。知道你们没有概念啊，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就是非常快，很难有人听出来啊。打个赌吧，谁听出来？我不是针对谁在做的，各位都是垃圾。有人听出来吗？再来一遍 ，OK， 好，慢，给他放一遍慢的吧，好不好？我不是针对谁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这个技巧叫目中无人，非常快啊！但是这么快的速度，你们能想象吗？有时候效率会非常的低。你见过评论区发哈哈哈，发一屏幕那种？手机到这儿就疯了。连续哈5分钟，他不喘气。你知道这么发的人脑子确实不太正常。你复制粘贴啊，他就手工敲打和啊哈哈，一屏幕哈哈哈，中间有一个啊。评论也不能刷太多，我有一阵沉迷刷评论，看看网友怎么夸我的，就搜黑灯，搜了一阵，搜几天就不搜了，因为搜出来最多的是千万不要黑灯玩手机会瞎。其实啊，很多有这种辅助功能，其实虽然每一样都还不太完善，但是配合在一起，盲人做的事情还挺多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有一次面试，我跟那个 HR 说视力不太好，放大了那个可以，他说那把公司最大的显示器给你，然后就去了那个公司。北京有个798，你知道吗？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公司好几面沿街的那种落地窗，游客都能进来参观。所有同事14寸笔记本，就我一个人27寸 iMac。那些游客一看就明白了，爆炸头啊，设计总监。特别怕光啊，别说这种射灯了，Word 文档一打开一片白，那个都受不了。我把颜色调反过来，黑底白字，我在那写文章啊。一个设计总监，什么总监？程序员你认不出来吗？那不是在敲代码。代码挺厉害，汉字。很高兴啊，比到半决赛了，其实已经非常满意了。决不决赛的其实都无所谓啊，大家根据自己喜好投票哈，就是喜欢谁就投给谁，帮他晋级啊。但是投给我呢，还能额外再攒一份功德。投完这一票，你2024年助残 KPI 都完成了。下次在地铁口碰到那要饭的，你就理直气壮，你说去你的，老子给黑灯投过票。屏幕前的也可以参与啊，把黑灯冠军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2013年啊，去了一趟西藏，啊，当时就觉得视力在逐渐下降，我说要不然趁现在还能看到一点，赶紧去看看，对吧？当时呢，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户外用品店，黄了，啊，把店就关了，分了分，我分到了1万块钱和66双登山鞋。我说就这1万块钱，我就花了它，开心开心，随便花，家里人也不可能再说什么了，我都瞎了，我花你们点钱怎么了？冲动嘛，青春就是燃烧一把。背了个包就上火车了，从无锡上的车坐到拉萨，48小时硬座，坐到青海人就不行了，腰要断了。后半段就是硬座，坐一会儿在凳子上这么跪一会儿，在那扭。火车上睡觉还感冒了，下车之后去住宿，一进那个青旅，我就知道来对了，符合了你对西藏所有的幻想，什么神秘的雪域高原一模一样，就汇聚了全国的傻缺文艺青年，非要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都震惊了。我说杀人就这么唱也太狂野了。我就跟他们去唱歌喝酒，那老板也很热情，说今天酒我请客，随便喝不要钱。我说这种人都能开店，我的店怎么就开黄了？我喝，我让他知道社会多么险恶。我喝到他起舞弄清影，我喝死在人间吧他。喝酒唱歌搞到凌晨2点多。回去躺到床上就发现不对，发烧了，
多少度我是不知道，但脉搏数了140几。要这么烧下去，当天晚上青春就烧完了，吃不消啊！谁能这么燃呢？哇，想办法赶紧爬起来，物理降温，我去洗了个冷水澡，3分钟之后又复燃了。坚持到天亮，赶紧去医院。大夫其实一看差不多就懂了，典型的高反症状。但是他还很谨慎，还详细的问我说：“你感冒了？我听你声音。”我说：“对的。”他说：“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昨天晚上10点钟才下火车。”他说：“喝酒了没有？”我说：“喝了。”他说：“洗澡？”我说：“也洗过了。”他说：“那你来找我是什么意思？你后悔了是不是？突然不想死了？你要这么玩，那不就自杀吗？那不就是？上高原3大禁忌，千万不能感冒，1星期之内不能喝酒，不能洗澡。我不到4个钟头就干完了。”他又给我又是挂盐水，又是吸氧气。我那趟总共玩了不到6000块钱，看病这么一下，氧气什么1500。你吸上之后头就不疼了，烧也退下去了。回去之后，青旅的人1天没见到我，说你白天干什么去了？神神秘秘的一个人。我说神什么？我差点死了，高反了，挂盐水1500，捡回1条命，是吧？他们说贵了，贵了就是我这条命1500都不值。人家自驾撞死一头牦牛赔了8000。他说你不懂，拉萨街上。走几百米就有一个岗亭，里面都备着氧气瓶的，你随便溜达就行。看一岗亭，咔往那地上一躺，没有3秒钟，里面工作人员抱着氧气瓶冲出来，摁在你脸上吸，那个1毛钱都不要。我说不要脸的人先享受世界。还能这么玩，果然是万能青年旅店。住过吗？青旅，上下铺那种，6人间、8人间，对吧？我住了个28人间。28人间什么概念呢？不太像人间了都，住的都是妖魔鬼怪，那种最异的异人。跑到我跟前第一句话，哎，来了。我说他谁呀？他是。后来发现他跟所有人都是这么打招呼的，哎，来了，怎么来的？你俩怎么来的？2个小姑娘说，我们从成都走过来的。那大哥愣了一下，我就知道了，艺人只有神经病能治。走了3个月，2个小姑娘晒得没有人样了。为了防紫外线嘛，戴个墨镜，最后就2个眼睛是白的。你不看那个照片不仔细，你还以为大熊猫底片吗？这是。一个50多岁大哥说，从云南骑自行车骑到拉萨，28大杠。他为省点钱，自己带个帐篷，天天在国道旁边扎营。50多岁的人了，中二到什么程度呢？他骑到半路，也不知道听说哪儿地震了，热血一上头，把帐篷捐了。后半段大哥就不露营了，就是露。骑到天黑，把车往旁边停，自己直接躺在地上。我说真仗义，八方有难一方支援。我都心疼大哥，我说躺地上不冷吗？你盖个自行车吗？你倒是。我在旁边听他们聊，我都不好意思插嘴，因为我毕竟是坐火车去的。后来听到一个大姐，他们还问我说，那个，哎，你怎么一直不说话？你怎么来的？我说你要问的话呢，我算是跪过来的。他们说这个是信仰的力量。后来是听到一个大姐，她说她是坐飞机过去的，我感觉刚才我还跪在那儿，噌一下就站起来了。她把狗也带上了。他说出去玩10几天，把狗关在家里，狗肯定会抑郁的。一个快乐小狗活着要是不快乐，那和做人还有什么区别？打个包把狗托运了过去，同一趟飞机一下来之后，连人带狗一起高反了。我也是那天才知道，哦，狗也会高反。他在机场里面买了个一次性的氧气瓶，就这么人一口，狗一口，人一口，狗一口啊，勉强保住2条命，一条是狗命。另外一条，不是，就他说那怎么办呢？还是让他抑郁吧。那个快乐小狗活着最重要的还是活着。打个包又把狗寄了回去。你说这狗怎么想？狗说你遛狗呢？你是不是遛狗呢你？我是喜欢出去玩，但你不能这么玩我呀，对吧？一日游机场，无氧皆有氧。听了这么多之后，后半程彻底就骚动了。
因为那些普通的旅游项目根本满足不了我了。你们理解这种心情吗？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不曾见过这个太阳，就想找刺激玩野的。后来在路边拦车，知道这个手势吗？顺风车是吧？停下来，你往上爬就行，也不用问搭，不用给钱，搭到哪算哪啊。但是男生不太好搭，一个男生还能试试看，两个男生听我劝一句，趁早绝了这个念头。往那一站，两个男的拦车，不会有人敢停车的，因为他不太确定，让你俩搭上他的车之后，会不会还得搭上他的车？玩了1个多月，啊，说实话，去之前其实挺 emo 的，也不只是我这个眼睛状况导致的，我觉得可能生活在大城市，当代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焦虑，被那个社会始终推着往前走，啊，22岁得本科毕业，啊，不弄个研究生你找什么工作？大学没考上，是不是只能送外卖？考上大学学个哲学，是不是还是送外卖？就永远在焦虑，在比较。但是你去玩一圈之后，你就知道了，什么工作、编制、学历、户口，这些狗屁玩意儿，去你的吧！一路上见到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有工作的，人家玩的可开心了。我觉得高原反应可能就是上了高原才能反应过来。就城市里那些生活是不是每个人的必须选择、唯一选择？不一定。我在那吸氧的时候就在那想，就一边吸氧一边想，就吸氧想，吸氧想，想。人家根本就没有工作，玩得这么开心。我说会不会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没有工作呢？一下就想通了，是吧？就心态就彻底放平了，就可以回家，接着找工作。有修电梯这个钱，不把路修平，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吧？反正最后一期了嘛，随便说了就，对吧？播也播到现在了，我也收到了一些评论，有一条说黑灯还是挺好笑的，但始终没有跳出盲人这个身份。怎么跳出呢？对不对？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跳，好吧？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撑杆跳，好不好？老是盲人视角，盲人我能有个视角就很不错了，就。今天还是讲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讲的还不够，大家还是不了解，有很多东西可能大家平时根本没有注意过啊。有一些给盲人设计的那个设施啊，其实就是摆设。给你们举个例子，地铁的楼梯扶手上面有盲纹，有人见过吗？没有。见过的鼓个掌，我看一下有几个。啊，可能不到1/5。你想想看，盲人怎么能摸到它？你们都没见过。盲人要摸到它得多好的眼睛，你想想看。OK， 就算能摸到，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写的是啥？有一个交通报的记者告诉我的，他统计了40几个有地铁的城市，大概分2种。第一种写的小心台阶，你不是探索到发现是个台阶，你在靠边扶的扶手吗？一摸有字，哎呦，小心台阶。可是你没发现台阶，你是摔到那个扶手上，哎呦，小心台阶。你写小心台阶跟写了扶手2个字有什么区别？一摸扶手。摸铁的。第二种写的是向上或者向下，就看哪头，这头是向上，这头是向下。你摸还在那拼的向哪儿？你往前摸一下呀，向上呀，这是。就没什么用，啊，就是个摆设，给你们看的，能理解吗？你哪天你要自己无意间发现这几个盲纹点点，你没准都会被他感动了。哦，就拍个照发个小红书，哇，这个设计师天才，这么小众的需求都想到了。发个小红书啊，都是谁在用这些小众设计啊？点进去啊，瞎子在用。我觉得你换个思路吧，不能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的，你改一改，让那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没什么人摸到嘛，让摸到他那个幸运盲人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改成吉祥话，摸到了开心一天。恭喜你摸到我了，你最棒！老前途一片光明。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他就会愿意去摸，会给他惊喜，给他欢乐，他会去摸一摸，就摸一下写的是什么？我在人民广场9号口很想你。还有一个也是类似的，这个应该都见过，那个也是在地铁里盲道，这个见过吧？有没有发现它的规律？没有规律，每个站铺的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大概是沿着那个2排屏蔽门嘛，2条盲道，唰，几百米，不知道要去哪儿。从头铺到尾，你干啥？铺到车头干啥？让瞎子去开车是不是？还有那种铺到头的给连起来了，盲道闭环了，瞎子在里面能玩1天。你要这么铺，我大概就理解思路了，知道你不太出门，出来一趟多锻炼。也有动过脑子的，我7月份去有一个地方演出啊，碰到了一个站台，他把盲人导到那个直梯下到站台，再把盲人导去无障碍车厢，就是有一个车厢就没有座，你就是轮椅待那个地方都见过对吧？无障碍车厢让轮椅去 ，OK， 让盲人去干啥？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对不对？忘词了。看不了提词器，让我想一会儿哈。他没有提词器的。你知道为什么会忘词吗？本来前面有个商务，然后被一个主动的人抢走了。哦，为什么？哦，你们假装我还记得哈。轮椅去呢 ？OK， 让盲人去干啥？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对不对？为什么非要他们待在一块儿？聋子、瞎子、瘸子、傻子，说是要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结果把残障人士导到没有座的车厢。谁给瞎子让座？就轮椅有个座算是。说你们别看了，别看了，我不坐了，你坐吧。我虽然一条腿，但这么多年独立惯了。你坐吧，你坐。就把有障碍的人导到无障碍车厢，就解决问题。他就这么粗暴，哇，太粗暴！我用这个逻辑对待你们，你们也接受不了。就是听力障碍的朋友会自称聋人，把听得见的朋友叫听人，这个知识点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我告诉你们了，你想想看，如果我也用这个逻辑，你们肯定接受不了。看不见的叫盲人，看得见的叫贱人。接受吗，贱人们？接受吗？接受吗？不能这样，你得具体分析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啊，这些盲人设施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我之前其实已经阴阳过一回了，我说盲道修成这样，不会是盲人自己修的吧？当时只是开玩笑，回去想了一想，有道理，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嘛，他们是用户呀，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是用户。再修不好，也不能怪别人了，是吧？我再上一次为盲道生气是去年11左右，看到一个热搜，说有个地方在修不锈钢的盲道。不锈钢下完雨之后跟溜冰没有任何区别，就这么爱吃，路上都是虾滑。脱口秀完蛋了，一边骂谐音梗一边鼓掌，笑成这样。当然，个人的力量要做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要成立一个机构来推动这个宏大的工程，对吧？反正不能交给其他机构，他们很难和残疾人真正的共情。我们弄一个机构，啊，宗旨是消灭对残障的歧视，让每一个残障人士都过上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所以名字叫普联，普通人联合会，只招残疾人。招一些盲人来修盲道，第一解决盲道不好的问题，第二解决就业的问题。是会铺的慢一些，但你不要催他就好了。
治好了你又不走，你着什么急呢你？你要真嫌他太慢的话，招聘条件也放宽一些，招一些聋人，他们出了名的手脚快，让盲人监督他们。这个工作关系就非常和谐了，都不会闹矛盾的。你想想看哈，架都吵不起来。我可以当着面骂他，我说你是不是聋啊？说了10几遍了，还这样。要是对方会读唇语，我就戴口罩。我说你是不是聋啊？我说10几遍了。他也可以当着面骂我，骂3天3夜，骂到3更半夜，骂出腱鞘炎。盲人心如止水。本来这个段子还能更好笑，只能比这个手势，其他手势他们不让比。决赛还是有点紧张，能看出来，对吧？我刚才还担心呢，我说，哎呦，都是强手如云，比什么呢？他们说你就讲这个段子，我说那就不怕了。什么小鹿、小罗，你就往后挪一挪吧，你就。什么富航、刘洋、梁梁就是。等我们那个所有盲道都修完之后呢，你想想看，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工程，肯定要弄个碑，刻个碑文，就刻盲文。但是可能几千年后盲文也会破译不了嘛，对不对？也考虑到了，所以那个碑翻过来背面会再刻一个2维码。要是那会儿还扫码的话，考古学家一看到码就大为惊喜，应该是能破译了。手机掏出来一扫，滴就2个字：石碑。OK， 大家晚上好，我是赵有成，谢谢各位，谢谢。OK， 哇，干脱口秀确实很多年了，但是还是很难体面的跟老家长辈解释我到底在做什么，就是每天晚上叫这么100-200个人，在一个小黑屋里面，禁止录音录像，今天还没收你们手机，对吧？我在上面讲，你们在底下鼓掌。我爸一听就懂了，哦，传销。因为我爸前几年真被骗进了传销，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点难受。难受不是说他被骗，而是因为他被骗那天我在场，我看着我爸进去的，我不是没劝他，我也劝了，我劝他不要错过这次发财的机会呀。我俩不知道啊，当时的场景是我和我爸一起参加同学聚会，我俩不是同学。是我爸的同学，我叫他李叔。一见面说：“老赵，带你发财，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你今天先投6万。”我说：“肯定是骗的呀。”李叔说：“2年到手1040万。”我说：“李叔应该是有说法，应该是啊。”具体什么项目呢？李叔原话：带我爸去广西北海，买一条高铁。买高铁？我说纪念品吗？李叔说高铁，载人那个。现在才明白，李叔当时用了一个双关。载人那个，没听出来。第2天，我爸跟李叔买机票就去了，一到那儿给我们发消息说完了是传销，我们才知道被骗了。我妈赶紧收拾行李，说你在家好好待着，我一定给你爸救出来，让咱们一家团聚。我妈一到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快来呀，咱们得一家团聚。这边机会多，我说我在上海挺好的，他说上海再好，也就是全国第2。你没听说过那个排名，北上广深吗？我一下就懂了。太疯狂了，这一疯狂的骗我。哎呀，我说那你们这违法，就打击你们呢。他说这个叫正面打击，但是侧面扶持，暗中保护，低调宣传。疯狂的骗我，我说不可能对吧？我寻思陷这么深，什么时候能出来呀？没想到我6月初毕业，6月底俩人回来了。真的，我当时研究了传销骗人就2种方法嘛，先是让你进来交钱，然后让你骗朋友也过来交钱。
但我爸妈2个特点，一是穷，2是因为穷导致人缘特别差，所以他俩没有骗到任何人，就单纯他俩的积蓄被榨干以后，被传销组织给优化掉了。6月我们一家3口一起毕业了，俩人回来可怜巴巴，分文没有。哎呦，可怜！我当儿子，我得给他们复盘呢，我得给他们算账啊。说俩人2年被骗了12万，我这么一算，合下来一人1个月2500，包吃包住，还是海景房。我说那是得低调宣传啊！你真宣传，这些老头老太太没人去养老院了，是吧？朋友们，能听得出来我在抵制传销吧？因为真得强调一下，每次讲完都有人在底下点头，说其实挺划算，是吧？比上海便宜多了，是吧？别往那儿想，别往那儿想，因为那个窝点肯定已经被捣毁了嘛。包括李叔，现在我们也不叫他李叔了，叫李某。李某，真的，这个伤害并且是持续的。我现在总感觉是不是谁都要骗我，尤其是刚做脱口秀的时候，是一家俱乐部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这边有个新兴的行业，我具体做啥？就是每天晚上叫几百个人关一个小黑屋里面哈，你随便在上面讲，他们在底下听。我说我不敢去，然后还是我爸支持我说你就去。我说万一骗钱怎么办？他说骗钱，咱家没有钱能被骗了呀。都说有钱不一定带来安全感，哦，没钱可以，没钱可以，尤其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还被正面打击了。人心惶惶啊，只有我胸有成竹。我说没事儿，应该是侧面扶持咱们的。OK， 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是佑成，谢谢。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海宇。说实话，朋友们，现在我的稿子是什么，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今天的表演主题只有几个字：关爱残疾人。太难了，朋友们。我走上这个通道，我第一次为我身体的健全而感到。你告诉我怎么打？中国历史上有谁一次性打过2个残疾人？只有我打了2个残疾人，都不一定会上热搜。我刚才在那儿待了20分钟，我在想，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残疾一下？所有朋友往我这儿看，我的牙掉了一颗，你们觉得算吗？不是刚才打掉的，真的是前几天才掉的。所以接下来我的表演如果没有接住这段线挂，请大家不要怪我，因为我的技巧老掉牙了，不好意思。谢谢大家给我的热情，我们现在可以听正常人讲脱口秀了吗？可以，对不对？谢谢大家，我叫海宇，开始我的表演。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大家听过这个地方吗？感谢大家，因为跟人介绍家乡会很困难，基本上大家听到就会问，甘孜州是那个明星丁真那个甘孜州吗？我说对。他说那你把他的微信推给我一下。丁真对大家来说可能算明星，算网红，但他对我们这种小山区、藏区，他是我们的图腾。因为没有哪个明星比他走红的更简单了。传闻中，就出去买了2桶泡面，被拍了几张照片发出去，网上所有人网友炸了，说这个笑容太纯真了。他就火了。他火了之后，我身边所有藏族哥们儿疯了，说他有老子纯真吗？他
他懂微笑吗？他们觉得丁真走红的所有过程有一件事情格外的重要，买泡面。你就说纯真不纯真？那段时间他们天天出门买泡面。我们县城超市老板出门买泡面。但凡看到大街上有游客拿着手机、照相机在那拍，他们就开始表演纯真。师傅，拿2桶那什么师傅。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他，因为他很多时候接受采访会说藏语。我真的觉得，不管你这个人啊品性如何，你只要会说几句藏语，你给人的气质就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剧都被翻译成了藏语版，然后这个电视剧就没办法再看下去了。你们有没有看过藏语版的《古惑仔》？发生在香港的甘孜故事。山鸡哥哥说：“老子今天卸你一条腿。”扎西德勒。你就说虔不虔诚？你听完感觉整个铜锣湾真的很需要你这一条腿。如果那个时候跟他们2个比赛，我早就捐出去了。《还珠格格》也是藏语版，多少人的青春，《还珠格格》说藏语，一个汉族人扮演的满族人在说藏语。我只接受容嬷嬷说这4个字，因为这样对紫薇可以好一点。你扎他一针，扎西德勒；再扎一针，扎西德勒。紫薇说：“扎死得了，别扎了，害怕了，别扎了，别扎了。”后面我就来到大城市，真的朋友们，我感受了大城市的生活。但是我有一个最大的感触是，我觉得像我这样在藏区长大的孩子，其实我们不太适合做单口喜剧，因为我们有点太快乐了。我也是来了大城市才知道什么是原生家庭。我们那边真的没有，我们原生态家庭。我当时有一个同桌，他高考前的数学模考考了137分，他跟我说他回家会被他的爸妈打死，原话打死。理由是他上次考了140分，退步了。我真不理解，我当时的心态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篮球教练。我想这3分有那么重要吗？考好了会紧张这个事情，我作为一个高原上长大的孩子，朋友们，我真的不能理解。因为在我们那边，所有的情绪表达都很简单，都只有一个出口，我称它为“给黑黑”。大家都没有听过，没关系，我会在这里跟大家示范一下，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好不好？我不会突然变异。很简单，就是说，不管我们的情绪是什么，我们小的时候面对草原，我们就会本能的吼出这么一声。吼完之后，不管什么情绪都可以立刻消解。真的，小的时候我们放牛的时候会给黑黑，把牛做成牦牛肉会给黑黑，牦牛肉卖不出去给黑黑，丁真直播把它卖出去了给黑黑。全民给黑黑。所以我来到大城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在这边最好的朋友分享。他听完以后不开心，他跟我说：“我觉得你这样吼就没有边界感呀，你当着陌生人面你这样吼你就没有边界感呀。”我们那边连边界都没有。所以我们敢。我总结过我生活的很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边的父母就这么养我们，你懂吗？他们对孩子没有什么期待，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
高原上真的没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为他知道这么多年生活在那儿，高原上不长这个东西，全都是牛和马。所以我也会有点割裂，因为牛马在我们老家真的是个褒义词，代表着自由、放纵、给嘿嘿。我觉得永远不会有一个藏区的牧民在放牛的时候，突然就看他们家的牛不顺眼，然后就开始骂他、抽他，说你今天为什么只吃了137根草啊？是不是最近没有认真上坡？你觉得你牛吗？你能不能学一下别人家的牛？早早的就去了某利某牛那种大厂。再不认真吃草，我跟你说，以后长大去当牛吹吹吧。所以吼出来真的很重要，朋友们。我在大城市待了很多年了，我身边大城市的朋友已经没有人有吼叫的能力了。你不学会吼叫，你在大城市待着，你就是会碰到障碍的。双向情感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大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障碍？就这些东西，在我们老家统称为想得太多，也就是不给嘿嘿。我真的觉得高原上长大的孩子很难得 ADHD， 因为我当年 ABCD 都学了7、8年。你在我们那待着不可能注意力缺陷的，因为你能看到的东西就那么多。你稍微一缺陷，牛就丢了。所以，更文明真的会更快乐吗？我觉得不一定。今天你们很早就准备了，坐大巴来到这里，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追星。你们很累，但你们在看到你们想看到的那些人的时候，你们会瞬间回到我的老家。对，就是现在这种声音。就我们刚才的这个情感交互，只有我们老家才会出现的。所以我把给嘿嘿推广给你们，你回家自己吼就可以了。它有很多应用场景，对吧？你们下次出差的时候可以带上它。高铁、飞机，你就揣着它。你真要休息，旁边一个小孩开始哭，所有乘客不敢说话，就你站起来看着他。哎，小孩儿。你又没有骂他，你也没打他，甚至这句话跟他的爸爸妈妈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所有乘客都会向你投来一个眼神。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休息，可以去我们那边玩一玩，对吧？你们可以在大街上随便吼，当然你们也可以带上相机。如果你们看到有人冲着你们笑，不要害怕，我们以为你们是星探。下一个丁甲要来了。我讲完了，朋友们，谢谢你们。哎，各位好，各位好。好，大家好，我是安宁。能看出来吧？到半决赛了，不太好比，得上高度哈。这件事对于我就很困难，朋友们。我就不太会上高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羡慕其他的一些那种就是身怀绝技那种特型演员，小佳呀，黑灯啊，人家俩虽然身体不方便，但距离道德制高点就近，你发现没有？那小佳他不管讲啥，他都温暖、善良、有力量。黑灯不管讲啥都视角独特，替少数群体发声。哪有视角啊？真有视角，至于忘词3遍吗？咱一讲不好就容易恶臭垃圾。
们说实话，心里有的时候挺不平衡。黑灯替少数群体发声，我都查过，全世界视力有严重障碍的人2.3个亿啊，超雄才400万呢，那才。谁发声？那脾气不好不更值得被爱吗？那玩意儿不公平啊！真的，朋友们，我跟你说，比到这儿啊，很多选手特别焦虑，你们感受到了吧？很焦虑啊！我真想给你们看看刘仁成朋友圈的呢。这小子还走了，你看。真的，朋友们，刘仁成的朋友圈比水滴筹都惨。我就没见过有人能从早骂自己骂到晚上的。早上起来打开朋友圈看刘仁成发，我真傻，真的。中午发我真蠢，真的。晚上讲开放麦我真尬，真的。刘仁成脱口秀祥林嫂。阿成每日三省吾身，笨乎蠢乎尬乎。你就点他朋友圈主任，你就往下翻，20多秒才能到底。最底下一行，仅3天可见，我的妈！刘仁成发我朋友圈的频率比特朗普发推特都高着呢。很多人现在莫名就焦虑了，你发现没有？有观众会给我发私信说：“翟哥，我看你就不焦虑，你就挺混蛋，我瞅你。你能不能安慰安慰我？我28岁，180斤，1.65米，我太胖了，明天要跟女生相亲，我很担心被看不起。”我当时我就安慰他，我说：“兄弟，咱有什么可担心的？你肯定被看不起呀，你。那180斤，1.65米，那是太胖了，那不太矮了吗？那不是吗？”那咋安慰呀？那瘦下来还是1.65米啊，那玩意儿。真的，我不会那些矫情的，朋友们。哎，咱大家能听出来这个私信来自于哪个平台吗？那个叔是吧？那个叔就邪门啊，没有开心的人，你发现没？全都什么内耗啊、焦虑，那个书里就我超雄啊，的妈！真的，那里头开心好像犯法。我搁那书里头搜快乐，他给我推最高赞的帖子叫“为什么你总是不快乐”。我搜我快乐，他给我推最高赞帖子叫“哦，原来我曾经也会感到快乐”。我当时就感觉5月天在我旁边喊：“兄弟，别搜了，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当你把这俩帖子全点完一遍呢，那个系统就默认你重度焦虑了，然后开始给你推那个焦虑等级测试。不知道各位测没测过？没有人能从那个测试里快乐的走出来。那问题问我是否能经常感受到自己心脏在跳动？我这难道也错了吗？问如果突然焦虑，就会有不好的事儿发生。你要盼着我开心，问我点吉利的。那我突然打了个喷嚏，你怎么不问问王心凌是不是在想我呢？真的，我不太喜欢这平台，它一方面给你制造大量的焦虑，一方面给你推最精致的生活，对吧？我就是过不了那生活，我才焦虑的嘛。我曾经被那种精致的焦虑帖子而干焦虑过。月入8万，在上海到底什么水平？感觉自己是个穷人，好焦虑啊！什么水平？在我老家，这都立案侦查的水平了，都是。朋友们，相信我，不焦虑，咱远离这些精致的平台，咱玩点接地气的，去快手啊！精神小伙，我的妈！焦虑绿字他都不认识呢，都。小皮鞋、气氛裤，不知内耗为何物呢？这是，我的妈！你看你焦虑，每天难受，我抽根烟，人家直接抽打火机，每一天都是煤气满满的一天。哇，太燃了，真的啊！啊，你内耗是吧？我这辈子穿不上普拉达，穿不上 LV， 我难受，我内耗。你看人家那衣服，左边 LV， 右边普拉达。哎。中间是旺仔，你看看，就快乐。唯心主义最高的境界就是唯我独尊。朋友们，相信我，不用内耗。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有内耗，我给各位分享一个我坚定的人生观。
我从来不内耗，为什么？我坚信我这人虽然啥不是，但是其他人也都不咋地，你知道吗？哎，朋友们相信我，我能找到任何一个人比我有缺点的地方。罗老师老说他爹味重，他光爹味重吗？他头发比我多吗？你说？对吧？你看比尔盖茨，他再有钱再厉害，他眼镜度数戴了那么高，戴了30年，我俩眼睛全5.2的。我看这世界比他清，对吧？你马云他再有钱有什么用？他听过我讲脱口秀吗？咱们在座可都做到了呀，对吧？朋友们相信我，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游戏、自己定规则，永远都输不了。谢谢大家，我是安静，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沂蒙山的房主任。问一下大家啊，大家都有工作吗？有。我也有。适合大妈的工作只有2个啊，脱口秀演员和环卫工人。环卫工那个工作我没保住。你们再不笑，脱口秀演员也要下岗了啊。当脱口秀俱乐部老板邀请我来讲脱口秀，好可爱啊！说实话，很纠结。当时我们村信息中心要选我当下一届的村长的，这个世界谁懂啊？我在50岁面对的人生选择竟然是从政还是从艺。我可是个山东人。我说我们村长每个月工资2600，俱乐部老板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我说其实吧，他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热舞台。我问老板什么是脱口秀，老板说就是站到台上讲讲别人的坏话。我说这不碰到我强项了吗？我有着30年专业造谣和传谣的经验。全国说脱口秀的，谁能说得过我呀？我的第1场演出就演凉了，把我在村里积攒了50年的自信和骄傲击得粉碎。幸亏离家远呀，村里人不知道啊。村里的八卦都是我传的，我不说没人知道。老板照顾我，就让我在俱乐部兼职做客服。他还很贴心的问我说：“你敢跟别人说话吗？”我说：“你应该问他敢跟我说话吗？”他让我拿个手机在评论在网上卖票和回复评论区消息。有一天在评论区遇到了一个黑粉的网络喷子，就一下子激起了我的斗志。我说我好久没站在村口跟人对骂了呀。但我忽略了一点就现在的小年轻打字速度太快了。家人们呢？我1分钟才打8个字，我1条骂人的信息没打完，未读信息已经99加了。别说回了，我看我都看不过来，我气得那个直哆嗦，一哆嗦1分钟打3个字。我就好想跟他们来一场线下面对面的实战哪怕他们来的人再多，我骂不过，我还能往地上一躺。我就问他服不服。我一连回怼了好几天，第1天50人，第2天100，第3天200，是我的血压。我感觉我一个人在对战整个互联网，这互联网环境它也太差了。还有我们村头好。我问老板还有别的岗位吗？老板说接电话。
我说这不又回到我强项了吗？上岗的第1天就被投诉了，说我态度不好。我说我哪态度不好了？我长这么大一直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呀。喂，谁啊？老板说：“大姐呀，你要用夹子音。你要说喂，你好啊。”对方打过电话来说：“这里是脱口秀剧场吗？”我说：“喂，你好啊。”对方说：“我要买票。”我说：“喂，你好啊。”又把我投诉了，说我恶心。老板说：“大姐呀，你继续说下一句啊。”我说：“老板，下一句我夹不住了呀。”大城市太难混了。都说当代年轻人吃不了苦，那当代老年人他也吃不了呀。我还是干脆回村算了，回到村里种地吧，老年。直到有一天啊，我信息中心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我拿起手机来就说：“喂，你好。”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乡音，说：“哎，这是方主任电话吗？”我说：“啊，是我。”我朋友说：“哎娘嘞，这城里人他就是不一样了哈。”我说：“你不懂，在大城市工作说话他就这样。”我朋友说：“你在城里天天干啥呢？”我说：“我就是接电话，回消息。”我朋友说：“你1个月挣多少钱呀？”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啊，原来问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人1个月挣多少钱这么招人烦。我一想到啊要被村里那些7大外甥8大侄女的嘀咕，我那股好强劲就上来了。我说：“啊，不少挣，1个月2、3万。你来不？我给你介绍介绍。”那一刻啊，我感觉是现在的我在劝过去的那个我走出来。第2天我就接到我女儿电话了，我女儿说：“妈，你到底在哪呢？全村的人都在传，你进了诈骗组织了，你快回来吧。”我说：“闺女啊，现在吧，妈妈走的有点远。”已经走到比赛的第3轮了。之前吧，还拿到了1块复活的金牌，就是有点挺不住了。但每一个来大城市打拼的人，在他挺不住的时候，都会想再拼一把，来都来了。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呢，别人看见我也不管我说什么猴啊什么之类的，他们看见我都会喊一句话，就喊。这些呢是一些比较让我开心的转变，还有一些是让我感觉比较尴尬的。就比如我们这些演员会参加一些平常不会去的活动，类似于像什么扫楼啊之类的这种，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配5个保安。我第一次去都懵了。我一到那儿看5个保安就站那儿，我一进去我就说第一句话，我说我错了。我到那儿我一进去，我看着那保安大哥，我非常认真，我说啊，保安大哥，你一天挣多少钱呀？他看着我，彪。我说啊，他说保镖。哇，了解。那大哥，请问你这个保安跟保镖有什么区别呢？他说保镖啊是啪啊，
保安是，我说好。当时呢，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些什么艺人出来扫楼，所有人都非常疯狂，然后一上来就又抓你又挠你什么之类的，然后保安就拦着，我都想好了，我计划好了，只要一出去啊，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在这个扫楼的时候特别疯狂，保安只要一拦我们的粉丝，我就看着保安，我说别把我粉丝，别把我粉丝，别把我粉丝好吗？你动我粉丝翅膀，我必回你天堂。我都想好了，完了之后粉丝看着我说：“哎呀，付航好霸气！”啊，第一个热搜，付航霸气护粉，我都已经完全想好了。然后保安呢，因为我一拉他一个踉跄，但是我一把我就拉住保安，我说我不光保护粉丝，我也保护你。第二个热搜，保安保护保镖。哎，我计划的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但是没想到，我一出去，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就异常冷静。我小鹿门枪，我们几个刚一出去，我还走第一个，我看着那个观众，我说合影嘛，他说不方便。我说那咱们往前走吧。那保安大哥特别专业，他就是这边是空气啊。他拦了两下空气，他这样拦两下空气。我说保安大哥，咱们就是太尴尬了，拦空气。我不让你拦，你就先别拦了。他说行。然后我们就往前走，走到一个拐角，突然蹦出来一个人，然后拿一根香蕉，掰开了，吃。那根香蕉就伸到我嘴边，距离我的嘴只有0.01公分，1/4炷香之后，我将会吃下那根香蕉。当时我面带微笑，我非常开心，我看着我，然后我看着那个保安，我说这拦一下，我给拦一下啊！那保安哦，知道了，付航不许吃香蕉啊！我说拦他。所以说我录完节目之后，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了。我有的朋友，小学同学10几年没见那种，他们一喝酒就给我打电话，啊，就喝多了，喂，付航，让刘德华给我出一个祝福视频。我说我不认识刘德华，他就跟我说，哎，我在酒局上，我那个，哎，帮我圆一下。我说行吧，我说实在行，我行，那我把电话给华哥。然后我说啊，华哥给你电话。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你好，我是刘德华，就干这种事儿。还有一些什么亲戚之类的，过节的时候会把孩子推到我面前，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就这么高，然后对，学呀，你不是喜欢吗？学呀。那小孩去，拍身。不是，行了，别拍着。你喜不喜欢？你说实话，孩子，你喜不喜欢？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我一想，真的是，其实我们很多人，我其实从小到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特别适合什么。小的时候就是什么流行学什么，我是一个数学的纯学渣，就是100以内的加减法我得算2、3分钟，就是空算，但我不是智障啊。那个女孩看出来了。其实呢，我数学这么差，但是那时候特别流行一个叫速算的补课班，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对，在大街上有发小广告的那种，就是过来就说，哎，家长，你的儿子是速算天才，愿意来上一节体验课吗？我爸说不去，是免费的，那不早说。就带着我就去了。我第一次去上那个速算体验课，我永远忘不了。速算就是老师出一个非常难的题，特别难，几千加几千乘以10几，然后孩子呢不拿纸算，也不拿脑子算，拿手算，然后嘴里还嘟囔着，算起来就是哎这。真的这样。我当时
第一次被我爸带过去，我在门口看，一排小朋友就跟那儿。我一直以为我爸给我报了一个骰子培训班，我就看开你喝，我是以为这样，我都不知道学什么。我爸说学进去学，然后我就学了一节课，老师呢要考验我们的学习成果，啊，就问其他同学，老师跟打了鸡血一样，刘子欢，那小孩，3355667加553321乘以15多少？那小孩好。3355114455331145，好，宝贝儿，请坐。坐好。我说到。3355661加77553337乘以15多少？我说好。老师说别让孩子算，再给孩子算死了。所有同学就过来拦我，我别了，不算呢。当时同学走了，老师都走了，我还算呢。啊，我一直算，因为我一直知道，我从小就知道，只要我没给出答案之前，没人能评判我的对错。后面还有一句话，就像我的人生一样。爱死你们了！当时呢，我自己学完了也感觉自己特别厉害。然后我出来，我爸你知道那时候的家长，他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就问你会不会。啊，我爸跟门口抽烟，会了吗？我说这简单呀，我这有手就会这个。我说你摇你也会，这谁都会这。好儿子，回学校试试。啊，我说没问题。到学校，其他同学做数学考试。他们有演算纸嘛，非常认真，就在那儿算，我不用啊。我就这么算，同学看我，老师我害怕。你怕个屁！你怕？你就算。老师从远处就走过来说：“哎，这哪班的？这个是？哎，这是哪班的？哎，孩子，哎，孩子，你干嘛呢？孩子，你不会做，给你奶奶叫下来，你也不会。我说我算呢，我不是召唤呢。啊，他就把这个事儿就反映给我父母了，我父母就不让我学这个，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我觉得今天没有作业我就特开心，我觉得人生没有烦恼，就感觉后面都没有烦恼了，但是烦恼永远是一个接一个的。学校里边虽然我没有补课班了，但是古惑仔又开始流行了啊！学校里边出现很多那种黄头发，完了之后抽根烟，就跟那儿那种高年级先学古惑仔，学完了拿我练，那抽根烟就指我，是不是？哎，黑了吧唧的，过来。我小时候也比较天真，我说来了，我怎么了，哥哥？怎么了，哥哥？每天给我5块钱，要不然扇你大嘴巴。我说哎呦，真是个噩耗哎。我说你别给我幽默，每天给我5块钱，算算一个月给我多少？我说啊，还得算。他说：“你是 dancer 吗？”我说：“不是，
他说你这支舞是献给我的吗？我说不是，我这支舞是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包括这些参赛的朋友们，因为我自己内心里真的觉得什么天赋啊，什么魔王大王都是障眼法，我们要做的是打碎这一切。谢谢。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稍微有点缺氧了，太刺激了！今年确实是我没想到，我居然一上来就挑战大魔王。我本来还以为我会是大魔王。没事啊，能跟咱们珠心算神童打一场，我也算是走起来了嘛。哈哈，确实啊，我今年有很多新的尝试。过年的时候，我还登上了山东春晚，你们的反应特别好。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回去贴脸开大的，结果播出来都说我被招安了。平常吐槽这不好那不好，一回去谁不说俺家乡好？上春晚我家里特别重视，我爸说这是荣誉，必须去。去之前给我下了死命令，不许说山东不好。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山东不好，我一直说的是咱家不好。我爸说哦那行，但还是不放心啊，非要跟我一起去，带我爸妈一块儿去的。一到后台，我爸就开始到处搜索，到处社交，给人家发烟。节目组也很照顾我啊，为了给我面子，我上之前让全场大喊了10几遍“唐湘玉，唐湘玉，唐湘玉”。不用，就这么尴尬。一个搬道具的大叔从旁边走过去，说：“谁是唐湘玉？咋还不来呢？”我说：“刚刚是谁给你发的烟呀？”他说：“那个老头就是唐湘玉啊。”一句话差点把我噎死，我更紧张了。我一上台就开始打嗝，平均3句打1个。观众说讲的啥没记住，节奏是真好啊。录完我就直接回老家过年了。村长听说我回来了，来我家想要一些签名照。谁会随身带着签名照？我。但我在路上就已经发完了。年底照相馆也不开，去打印店印了一些纸的。跟寻人启事一样，我何止走起来了，我都走丢了。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还记得吧？一度成为了我的舒适区。今年讲不了了，没有人催了。我的家人们对我异常尊重，尊重的像家人一样。尊重到毫无素材，我都得引导。我大娘问我20几了，我说31了。她说31了，我心想快说我，快说我。她说31，好。我说好在哪儿？他说好像要吃饭了，就死活不往下说了，小嘴巴就这么闭起来了。好不容易有人提到了婚姻问题，我赶紧打开备忘录开始记。我3姨疯狂使眼色，别说这个，别说这个，他嫌你。就好像我打开的不是备忘录，是生死簿。现在不光克夫也克亲戚了。可怜我3姨，一个开朗的媒婆，变成了回避型人格。一上午一无所获，这可咋整？家庭事业我还平衡不了了，家庭平静了，事业瓶颈了。我悄悄问我爸，我说怎么今年大家说话都不难听了？
我爸说，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谁说话最难听了。很多亲戚他是刷短视频看的我，短视频剪得稀碎，有些连梗都剪掉了，只留着我骂人的部分。所以有些亲戚他不知道我是在说脱口秀，单纯以为我疯了。我也没想到我一发疯，大家都正常了。吃饭之前，我大爷就我们家族现在权力最高的人，亲自过来问我。你上哪一桌？当天有2桌嘛，男人1桌，女人小孩1桌啊。说你随便挑，菜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我咋这么不相信呢？我去看了一下，哎，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了，但还是让我发现了一个纰漏，就是女的这一桌少了一盘蚂蚱。蚂蚱在冬天可是很稀罕的东西啊，唯一的野生动物。凭什么我们没有？哦，说是怕我们不敢吃。是哦，你说蚂蚱多吓人呀！买回来我亲手烫死的，翅膀我大娘剪的，最后我妈亲手炸的，好可怕呀！我们只敢做不敢吃啊！所有人面面相觑，他好像是真疯了啊！我们这桌也有劝我的，说那是人老爷们下酒的，你抢啥呀？别耽误人家喝酒，喝酒着什么急呢？耽误啥呀？耽误我们洗碗吗？最后说不行，我上他们那一桌吧。我说也可以，但你们不要抽烟，不要提想当年。也不要把酒洒在菜里面。他们说，还是把蚂蚱给你吧。所以今年呢也没啥啊，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吃上了蚂蚱。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别人有的我们也得有，蚂蚱再小也是肉。好，谢谢大家，谢谢。我是空姐，看得出来吧？好，这都不算什么。我刚开始讲单口的时候，我是那一组唯一一个女演员。那个时候主持人介绍我说，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位女演员。观众说啊，主持人说没对，垫了一句，她还是个空姐。观众啊，我一上场，观众啊，其中有个大概噌的一下站起来。看过，这个婆娘一看就是春秋航空的。什么意思啊？别这样，每个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各有各的美，知道吧？这都算了，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反应。前段时间我去看医生，因为腰不好嘛，我一进去那个医生的诊室，有2个老头躺在那个地方针灸。当时医生看完我那个片之后，觉得我非常的严重。他说：“干什么工作的这么年轻，腰伤那么严重？”我不好意思说我是空姐，我怕2个老头站起来笑我。我忍了一下，他要给我开脾气，他说：“你快点干什么的？”我说：“医生你，我高空作业。”我刚刚一说完，医生手上的笔都放下了。天哪！哎，看到没有？高空作业，妹妹。我说你说呀，他说现在像你这么年轻，开塔吊的还是少了哈。哎呀，确实我跟大家想象中的空姐不一样。我是体育生，原来是定向越野大赛冠军，国家2级运动员。怎么当上空姐的？完全是因为那段时间训练太累了，我不想跑了。我刚好碰到了空姐面试的招聘，我就报名了。拿到面试通知单那一刻，特别开心，拿着单子去找我教练请假了。我说教练，
我不跑了，我要当空姐了。我教练拿过我的单子，天哪，空姐，你去嘛，你当了空姐，老子给你买架飞机。当天面试的时候，我分到的那一组堪称当天面试的死亡之组。什么意思？条件太好了，因为我们那天所有人都分成7个人一组，最多就是7选2，有些甚至一组全部淘汰掉。我一进去我们那一组，不要说7选2了，我进去我都选了4个了。太好看了。第一个女孩净身高174，新疆人，对吧？我刚进去跟她对视那一眼，我就说这个空姐你当我不当啊。特别好看，漂亮到哪种地步？当天我们要求是穿短袖，裸露部位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疤痕。当时面试官问他：“你手臂上这道疤是怎么回事？”他说：“哦，这个是胎记。”面试官说：“哦，胎记，我觉得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会淡掉吧？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淡掉，他在想什么？又不是爱情。而且我这个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第2个女孩子的跃跃欲试了，已经迫不及待，她该踏的时候一个箭步上前，老师好，我是2号，身高171，特长拉丁，咵，他就甩了一个胯出去，就这么快，这个胯都感觉甩到了对面3位面试官的桌子上放着了，目光如炬盯着对面的面试官，好像在说：“你们不给我过这个胯，我就收不回来哦。”面试官哪里见到过速度这么快的胯，对吧？你说，挺不错的，挺不错的。那个同学可以到旁边冷静一下吗？我们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选手。他说可以啊，他这样送着胯就到旁边去了，好灵活。太优秀了！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因为可能是面试官已经看到了太多条件非常优秀的女孩了，到我这已经明显没有什么耐心了。我刚刚上前一步准备开口的时候，他直接打断了我说：“等一下，你基本条件我们已经看了，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你有没有什么特长？”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我当时冷笑，我说：“特长，哼，这个地方不够我起跑。”如果老师想看的话，可以放我下去跑给大家看。哦，3位老师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评判跑得快与不快是吧？没有关系，这样，3位你们现在从中随机挑选1位下去，我让他50米，我把他抓到，你们让我过，可以吗？当时其中有个面试官，你跑吗？我不跑了，累了，你先出去等一下吧。我说稳了。过了一会儿出来通知我过了，我说过了。我说老师啊，我究竟是哪方面勾引了你们3位选择了我？老师说：“哦，我们今天面试了1天了，确实没有看到过跑得快的空姐。”你要跑得快的空姐干嘛？后来上了班才知道，个别旅客啊，极个别，他上了飞机以后，他认为空姐是住在行李架里面的。怎么说？就只要他一按呼唤铃，所有空姐必须像氧气面罩一样快速掉在他面前说：“怎么了？”有一次我还在工作间准备，突然呼唤铃就响了。你们也知道，练体育的听不了发令枪。我当时一下冲去在他面前，怎么了，旅客？好快！我开心极了，觉得自己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转过头看了一眼我同事在门口胯只甩了一半。我完全能理解大家为什么想象不到我当空姐的样子，因为这个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确实太多了，对吧？很多电视短剧里面拍的空姐就是这样，穿着短裙、丝袜、高跟鞋，拖着一个飞行箱在那个候机楼走过去走过来的，对吧？都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我当了空姐之后，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还要穿短裙、丝袜、高跟鞋，就不能穿裤子吗？对吧？我当时问过我的老师。
其中得到的一个答案，他就是有一个，当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穿裤子的话，可能有些旅客会觉得不舒适，不舒适是因为空姐穿裤子。你把飞机上那个拥挤的座位全部给它换成床，对吧？哪怕空姐穿着飞甲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觉得不舒适。睡着了看不见，玛卡玛卡，而且丝袜这个东西真的很不方便，真的，在这个职业里，我不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从舒适度和安全的角度来讲，都达不到，不保暖还掉裆，穿过的都知道，对吧？有些质量不好的非常恼火，哪怕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博尔特，这身装扮参加奥运会，对吧？各位，预备，砰！撞线那一刻。博尔特100米成绩58秒69，没有破纪录，破了2双丝袜。而且，如果飞机遇到紧急情况着火了，真的需要撤离旅客的时候，我们撤离的最后一步，所有乘务员需要脱掉自己的丝袜，因为丝袜的材质在这种环境下非常容易起火。你不是知道它不安全吗？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还要花时间去脱丝袜，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穿？你哪怕给我穿一条厚一点的牛仔裤，起火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把它一屁股坐灭。真的，对吧？遇到紧急情况，这个时候着火了，我说火在哪？我一屁股坐过去，我的同事拿着灭火器来，火在哪里？我说火在当下。所以真的，对吧？所以空姐穿裤装，真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吗？今天我刚好穿了裤子，我想拜托大家跟我在一起感受一下。尊敬的各位旅客，晚上好。我代表全体机组成员再次感谢您选乘本次航班，我们愿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愉快而舒适的旅程。我是本次航班乘务长嘻哈，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很开心啊，确实新的一期节目，时间过得真快。去年节目也是收获了很多，前段时间我还去拍电影了，其实就是跟付航一块去拍鹏哥的《长安的荔枝》。当然我知道我在节目上一上来就讲这些不太好，对吧？大家毕竟不喜欢看我们这种电影演员录综艺。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当时很受宠若惊了，提前大家准备练台词、练普通话什么的，说一定要演好。结果告诉我演一个动人。刚刚彭导提到过动人，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哪个字，我告诉你们是哪个字，是一个单人旁一个同。所以当我跟付航收到剧本的时候，我们没人认识这个字儿。我还问付航呢，咱们第一次拍电影就演同人？后来知道了，其实就有点像野人了，我还挺不服气的，我说我这个人平时给人的气质，不说文质彬彬吧，也算是温文尔雅，怎么就干成野人了呢？我去网上搜野人有什么特点，告诉我3个特点：皮肤黝黑，体型巨大，缺乏语言能力。冲我来的，好，我服了。我不仅服，我还其实说实话，演野人什么都无所谓。我在店里面主要是我负责的任务太奇怪了。我在电影里面主要负责吃香蕉。我知道这个段子讲到这里，你们觉得我在编段，在 call back。因为太荒唐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证明自己，所以我只能请看大屏幕。所有语言
在这面前都显得很苍白，你们知道吗？但我更不能接受的是，副行不用吃，凭什么？我记得我去拍电影之前，我有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我可能需要吃很多苦，但我没想到需要吃那么多的香蕉。我有一天拍摄，我吃了30多根香蕉，6斤多的香蕉，什么概念？没吃饱。啊，当然是开玩笑，当时稍微有点难受，所以那天拍摄结束，彭导也很不好意思，就找到我跟我道歉，跟我说阿成，真是辛苦你了，我让你吃香蕉这个事儿啊，能不能不要写成段子？当然说这么多啊，说这么多，我不是在质疑大鹏导演，当然不会，我只觉得我们的喜剧理念有点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喜剧啊，应该是那种双线结构，故事像2条平行线一样，永远不会有香蕉。哎呀，真的很痛苦。但其实说这么多，大家感觉我是感觉很生气，其实完全没有。那是我去年很开心的一段经历，因为那段时间找我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状态不是很好，当时我刚比完赛拿了第4名。大家如果有质疑也很正常，我自己也很不安，毕竟人家教主才第5名。我看过很多那种爱豆成团的节目，我知道里面的门道。我这种情况属于占了别人的出道位。所以很长段时间我就很害怕，我总觉得大家会骂我，会网暴我，我就生活在那种痛苦当中。过了一段时间更痛苦了。发现根本没人理我，大家真的很不在乎我。我的那种心态特别像那个《周处除三害》里面陈桂林，就我都认罪了，还是没人理我。别给我这个第4名逼急了，逼急了我也可以除3害。其实是讲一种心态啊。那段时间我就很难受，经常在朋友圈里面 emo。然后我当时希望大家会安慰我，跟我说你没事吧，加油啊，会好的。但没有，我忘了我朋友圈里面都是脱口秀演员。凌晨1点半，我发朋友圈说压力太大了，要崩溃了，扛不住了，怎么办？他们回复好看爱看，就是这么残忍。他们很多人很看不惯我，他们喜欢指责我一点，他们觉得我太矫情了，他们觉得没被骂不就行了吗？有人承认你做人不能既要又要。我特别讨厌这句话，因为我发现从小到大，只要我遇到一点点好事儿，就有人跟我说不能既要又要。遇到困难从来没有。那小时候老师让我既要学好语文，又要学好数学的时候，怎么没有一个正义的人跑出来说人呢不能既要又要？我说那物理我也不要。从小课文也这么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既要苦其心志，又要劳其筋骨；既要饿其体肤，又要空乏其身，还要行拂乱其所为。我看了就觉得，老天，你真敢要啊！这个大任我先不要了。谁要谁要，我不要。我是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反正我不要。太多要求太复杂太困难了。怪不得这段话最后一句是所以增益其所不能呢。你这么难，他确实不能，他再也不敢要了。只会说，哎，是谁在唱歌啊？所以真的，所以去年能拍电影，我真的很开心。那是我去年最开心的一个事儿。除了拍电影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儿，就是我去年在拍电影的时候，我见到了杨幂。说实话，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杨幂。不要纠结从小。那我真的从小就非常喜欢杨幂，但那天我没敢主动跟杨幂说话，因为我那个人有个问题，当在我的工作中遇到自己喜欢的偶像的时候，我从来不敢主动说话，我怕这样不职业。也不知道我在装什么。但那天，杨幂主动跟我说话了，因为她认识我，
他看过我们节目，他说很喜欢我的表演。你们也太配合了。他甚至一见面跟我主动开了个小玩笑，他跟我说：“哎，你怎么在这儿？你不装门窗了？”一个小玩笑，但当时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刘仁成，我能靠自己的努力，让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的偶像也喜欢我，并且认识我，并认可我，我感觉自己太了不起了。那一刻，我觉得我或许配拿那个第4名。感觉怪怪的，但紧接着我这个人就有点膨胀了，我就在想，那我能不能加杨幂的微信？想想还是算了，毕竟杨幂不能既要我的喜欢，又要我的微信。当然是开玩笑，当然开玩笑的。真实原因是当时我思考了一下，就如果我们加了微信的话，幂姐可能会看到我的朋友圈。他会发现我很痛苦，他人这么善良，看到我这么痛苦，一定会过来安慰我，跟我说：“你没事吧？”谢谢大家，我是什么吧？哎，大家好，我叫辛博，从小就在农村生活，我觉得农村的教育资源不是特别好，我的小学就那么几个民办教师，就是那种农民扮演的教师。乡村 coser， 班主任老师姓张，他教我数学也教我插秧。很多掰着手指头能算出来问题，张老师也算不清楚，因为他少根手指，算法上有 bug， 9进制。我很笃定，真的，我从小就很笃定，我一定得考上大学，因为我知道只有上了大学，才能结合着我的专业所学，让家里给我买电脑，买一台能玩所有游戏的学习电脑。所有的科目里边，数学最差，高考算是超常发挥，考了76分，按照9进制算是84。也没及格，被调剂到了数学系。我这样的学数学门儿都没有。我说妈，你必须得给我买台电脑，上帝把门给我关死了，你得给我打开一扇 Windows。没复读啊，没复读，因为第一学年成绩的前5%可以转专业。也就是说，学好数学就能不学数学。同学们都在那儿苦笑，说学数学是不学数学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听得我都茫然了。我说你们家里都什么条件？入学摸底儿考，我就是倒数第2，倒数第1是我的 homie 威哥。全班就只有我们2个人有共同语言。老师说这道题应该没有同学不会吧？我说不应该。威哥说我不会。选我当班长，说反正你也学不进去。我说为什么不学？威哥他说也不能太蠢。我最想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因为小的时候就觉得黑客很酷。大学也自学，去黑客论坛上还拜过师傅，学费60。加了 QQ 给我传了个文件，如何盗号。我一点号就被盗了。以为是教程，结果是教案。这算啥？黑吃黑。还用我的 QQ 跟我的同学们借钱，就威哥借了。你说他蠢吧，二话不说他就帮我；你说他不蠢吧，
转账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那是一句话也不跟我说。问过老师，我说老师，我们学数学能干啥？老师说能当老师。我后悔了，我应该问校长。其他专业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的人。我发现啊，像我这种普通学校的冷门专业，社会给我们留的大多岗位都是销售类。我们学院的优秀校友墙就是全国房产中介的优秀员工墙，上面的照片基本都一个知识。那个校友群你就看吧，名字开头都有个 AAA， 你得往下滑到100名开外才有一个 B 打头的，比亚迪卖车。毕业季的时候，有那种优秀学长回来招聘，我给他倒了杯水，他说：“老弟，全班我都看了，就你能干销售，数你的眼神最空洞，你根本就学不进去。”我不想干销售，我觉得这么多年书白读了，确实感觉自己有点脱不下去长衫，但我也知道自己里边啥都没穿。学长安慰我说：“那销售和销售不一样，你上过大学的销售比那些没上过的至少大4岁，你就比你同龄人成熟。”当然，还有一个就业方向就是数转码去做编程，有专门的培训机构，3个月包就业，全班都去了，我跟威哥学了6个月，机构要给我俩退款。说是影响了这机构办学以来100%的就业率，我说不行，我只要工作。他说要不你们俩就留下来当老师，教数学。我没留下，在老师的推荐下，当地的矿务局要一个懂数学又懂计算机的人才。我说领导，我还懂点黑客。那个岗位就是坐在矿井口的岗亭里，对着一台电脑屏幕，下去一个矿工，我就在 Excel 上加1，上了一个我就全都懂数学和计算机。同学们好奇说：“你这个样的去矿上能干啥？”问得多我就很烦，我说算命。有一次下去7个，上来8个，给我吓坏了。我说这是挖到墓了，对不上账，是不是我得下去？每天除了我矿井口就没有人，整整3个月，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个小日子。井上一郎。接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垃圾电话，来自广东珠海，问我先生买房吗？我立马反问他：你们招人吗？我学数学的，他说我学物理的。我说城濮求是，他说博学笃行。我们学校的校训。时代也在发展，这几年 AI 成了风口。我也是干了很多年销售，几经辗转在网络安全行业。很多朋友不了解，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帮用户抓黑客。总有一天我能逮住我师傅。在风口上，威哥也飞起来了。他现在是一名自动驾驶算法的工程师。来杭州开会，我开车接他，他跟我说：“你把自动驾驶关喽。”他的能力我最了解。不在我之下，命运他经常跟我开玩笑，但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威哥还安慰我说：“没事儿，你这一款我只是参与，我开发那款出口欧洲。”谢谢大家，我叫新包，谢谢。